当地时间6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以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开启首场竞选活动。沃尔兹接受副手提名后，民主党大佬纷纷表示支持。首次合体亮相的二人表现如何？共和党方面又如何看待这对新组合？来看报道。So Pennsylvania,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found such a leader. Governor Tim Walz of the great state of Minnesota. 哈里斯及其副手沃尔兹6号在费城首次合体亮相。根据哈里斯竞选团队的说法，这场设在费城天普大学的竞选集会吸引了超1.4万名支持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竞选集会。体育馆被挤爆，不少人只能等在场外。但美媒及民调机构当天的调查显示，全美有70%人都不熟悉沃尔兹，因此这场集会的重点就成了向选民介绍沃尔兹的场合。哈里斯在当天的演讲中称，自己的目标是找到能帮助他创造美好未来的合作伙伴。他向支持者介绍了沃尔兹的背景，称他曾是一名高中教师和橄榄球教练，国民警卫队老兵，前国会议员。And in 91 days, the nation will know Coach Walz by another nam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沃尔兹也在当天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抨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分析指，这预示了沃尔兹将按惯例扮演副总统候选人的攻击角色。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rump weakens our economy to strengthen his own hand. He mocks our laws. He sows chaos and division. 沃尔兹还对万斯下战书，要求进行公开辩论。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沃尔兹首次在公开场合攻击特朗普及万斯。就在上个月，沃尔兹在美国知名政治节目《早安乔》中露面，嘲笑特朗普和万斯是怪人，被认为攻击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Well, it's true. These guys are just weird.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正是凭借这几个字，这位相对低调的中西部州长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使他在民主党选民中名声大噪，最终跻身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前列。外界也形容哈里斯选择副手的过程极其谨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直到6号早上，哈里斯才做出最终决定。也因为哈里斯迟迟未下定决心，团队为当晚在费城的双人亮相活动准备了多个版本的标识，分别印着哈里斯和几位可能的候选人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哈里斯跟沃尔兹的首场这个竞选集会，总体上看是非常成功的。我们通过这次他们的首次的积极亮相，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组建团队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沃尔兹他在这次的竞选集会上，他的这种亮相表明呢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政客。沃尔兹被确定为副总统候选人后，马上获得民主党内一众大佬支持。拜登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奥巴马夫妇表示，哈里斯选择了一位理想的伙伴。沃尔兹拥有担任副总统所需的阅历。克林顿发文称，沃尔兹是一个绝佳的人选，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副总统。佩洛西则表示尊重哈里斯的选择，并称沃尔兹是一名很棒的中间派民主党人。据悉，哈里斯和沃尔兹将从6号起展开5天的密集竞选活动，走访各摇摆州。此前有分析指出，在拜登退选之前，特朗普在南方阳光4州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拜登，而两人在北方铁锈带3州的支持率大致相当。如果民主党丢掉南方4州，那么哈里斯必须赢得铁锈带全部3州，才有可能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选举，而这就需要更多来自男性、白人和老年选民的支持，因而他最终选择老白男沃尔兹搭档，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Walz will appeal to those necessary Rust Belt swing state voters. But what I'm already hearing from Democrats, Kana, is it also depends upon how the Harris campaign uses him. Do they deploy him in those instances where he can have those organic campaigning moments with Rust Belt voters? They believe he brings something to the ticket that Harris lacks, that appeal to those Michigan, Wisconsin voters, etc.
深圳卫视注意到，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也展示出了强大的吸金能力。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宣布副手当天筹到的竞选资金已超2000万美元。多项民调显示，哈里斯几乎抹平了特朗普的领先优势，甚至出现赶超之势。但对于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作为副手，特朗普的前高级顾问康威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蒂姆·沃尔兹真是松了一口气。”不仅如此，美国轴线新闻网也表示，许多共和党人对哈里斯选择沃尔兹表示惊讶和宽慰。英国广播公司称，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沃尔兹是较弱的人选，提高了特朗普的胜算。因为就共和党而言，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比如像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这样的重要的战场州能够丢掉这样的战场州，这个是他们最担心。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沃尔兹他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战场州啊，所以他们呢表示呢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原因啊。现在呢，在他们看来，沃尔兹跟这个哈里斯的意识形态啊是高度一致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共和党呢松了一口气，就是说他不会对这个像一些中间选民群体、温和派选民群体呢造成很明显的这种分票效应。另一方面，共和党也在竭力应对哈里斯和沃尔兹这对新组合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称，万斯6号在哈里斯和沃尔兹上台前几个小时，在费城举行集会，随后一一到访哈里斯将去的美国摇摆州，举行造势活动。美联社称，万斯的目标正是削弱哈里斯和沃尔兹首秀的影响力。此外，特朗普6号宣布将在下周1晚接受社交媒体公司 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采访。特朗普5号还和100万粉丝网红罗斯在视频直播平台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直播互动，直播高峰时观众数量超过58万，而在各大媒体平台上总共获得了220万次的观看。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宣称，这创造了新的观看记录。Trump is going to keep TikTok going, whereas Biden and Harris have no idea what it means. We're going to save TikTok. They want to destroy TikTok. So all of the people on TikTok vote for Trump.